大家好，这里是宋说新语。郑大哲呀，在前几天啊，公布了他的新的完整的炼丹视频啊。当时我看了，我实在是没时间啊，就没给大家讲。后来呢，也发现他论文又发了一篇，还是在那个 vixra.org 平台上。哎，正好这两件事放到一块儿了，一块儿讲讲。我们先看一下视频。我们现在速度是2倍速度啊，把速度提高。哎，稍后啊，我会单做一期它完整的介绍它的烧制过程。海西明 style。看到了，它炼的块状的东西和大家其实区别不大。唯一区别的可就是它的这个料的比例，哎，这是他做实验的这个过程，哎，完整的视频啊，好吧，这个视频就简单放一下。郑大哲的故事啊，在中韩两国呢是不少见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我也没时间啊，就是说探究为什么中韩民间的人士对这个更感兴趣，原因呢可能是很多，是吧？我们看看啊，这个郑大哲后边这个版本的论文啊，和前一个版本呢是有啥不同啊？这是他的2篇论文啊。那第一篇论文啊，就是介绍了主要是他的合成方法啊，就是3月初的，他称为 DM 方法啊，用来制备这个铅、铜、磷、硫氧的化合物，探索它的零电阻现象。那第2篇论文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呢，加了老金作为合作者，那不仅复现了之前的实验结果呢，还进一步提供了关于材料超导相变的这个详细分析，包括它在不同温度下的电阻表现啊。但所谓的这个作者这个民基啊，实际上是导牌论坛群友的泛称啊。我觉得倒没啥不严肃啊，只觉得是郑大哲呢可能是憋了一口气儿啊。这个和池大师啊在早期烧热解石墨的时候呢，坚持啊，把参与建议的群友都写上啊，是一个道理，这还是很让人佩服的啊。当然啊，论文也提出了下一步的这个研究内容。早期工作呢，它主要是对这个铅、铜、磷、硫氧的化合物啊，在更高电流下的行为呢，进行进一步调查的这么一个工作。计划呢，在未来研究它的温度依赖性和磁性质。后期工作呀，就主要以确认这个 PCP、OSOS 化合物的超导性结束啊。他承诺呢，他会公开它的原始数据和未来公布 XRD 的分析啊 ，SQUID 测量和麦斯纳效应的观察的这个计划。这就表明啊，他的研究呢会向更详细啊、更全面的这个超导性质这个研究方面进展。当然了，第2篇论文啊，大家可以看到图表是很多的。啊，我们这次啊就不读论文了，我们只看看图表。我们看一下，这是我们把它的图表打开啊。那这是它图表啊，我们先看图1。这是图1啊，图1就是合成样品的形状和外观啊。它展示了这3个样品5、6、8号的形状和外观。这些样品表面呢看起来是同色或者深灰色，和的这个合成方法和观察到的这个超导特性啊，它是相关联的啊。看图2，图2呢是5号样品的电流电压的测量结果。哎，它展示了对样品5号在从负100毫安到100毫安这个电流范围内施加电流测得的电压。那这个图就验证了零电阻现象啊，它也对应于所谓的超导状态。图3呢也是样品5号啊，它的电阻率测量结果。它是基于图2的数据啊绘制的样品5号的电阻率随电流变化的图。这个图上一个是没有的，它就揭示了接近零电流的时候电阻急剧增加的这么个现象啊，这是测量设备的极限啊，它不是材料本身性质的改变啊，所以图4和图5啊是样品6和8这个6和8对它的电流电压的测量结果。那这些图呢就展示了这个样品6和8
在相同电流范围内的电流电压的测量结果啊。其中呢，这个图5啊，展示了样品8号呢在负100毫安到100毫安电流范围内电压测量的结果啊。这个图呢是新加入的啊，它是以更全面的展示它的研究成果。具体来说呢，它补充了样品8号的超导性质的实验数据，显示样品啊在施加不同电流的时候这个电压响应。它特别强调啊，这个样品在不同的电流和温度条件下展现出的这个所谓超导相变，以及这些现象和超导理论所谓相对应的一致性。尤其是对于样品8号，论文中呢还讨论了和样品5号、6号的这个比较，以及它进一步揭示的这个超导现象的存在啊。这个图6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它就是样品5号平均电压计算啊，它展示了在不同电流的条件下，样品5号的平均电压，它就认为证实了零电阻现象啊。我们再看图7和图8啊，这是样品5号、8号的所谓温度啊，它的依赖性数据。这些图啊，它就是显示了在1微安电流的时候啊，样品5号和8号的电压如何随温度的变化啊。其中呢也体现了就是说特定温度的这个相变，他也认为这是标志着超导相的存在啊。我看图9呢就是是样品8号在不同的这个电流条件下呀，这个温度依赖性的相变，特别是在10毫安和100毫安的电流施加下呀，那么这种相变啊，就表明材料呢，在达到一定特定的温度的值的时候呢，它的电阻呢就突然下降，接近于0，这是超导材料的典型特征嘛。不过呀，我们得实话实说，虽然这个图9它结果表面上呢看起来是支持了所谓的 DM 合成方法它所制备的样品啊，展示了零电阻的这个跳变，但是对于这些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的评估啊，还是需要这个考虑上述因素。因此啊，就是所谓独立验证、实验设计的透明度以及对数据的这种开放访问，都是能进一步支持这些发展的关键因素。难点就是呢，重复性和一致性以及同行评审。那在这个第2篇论文中还加了个图10啊，那么图10呢就展示了样品5号在所谓的德尔塔模式下对温度的依赖性的测量。德尔塔模式啊，它是一种特定的测量技术啊，通常呢它是用来提高信号的对噪声的比啊，那么特别是在需要精确测量非常小的电压变化的时候呢，这种模式呢通过交替施加正负的电流脉冲，并测量对应的电压响应来工作，从而呢就减少背景噪声和系统误差对结果的影响啊。所以这个图10呢，它就是在一系列的温度点上啊，通过这个德尔塔模式得到的样品的电压测量结果。那这些结果啊，以线图的形式这个展示啊，其中横轴呢表示温度，纵轴呢是电压。那温度呢就从室温上升到某个高温值，穿过超导体的这个临界温度 Tc， 展示这个材料啊如何从正常状态过渡到所谓的超导状态。这里边啊，我们看看需要注意的关键点啊，一个就是所谓的相变的指示。图10的这个核心啊，它的目的呢，它就是展示这个样品啊，在接近它的临界温度 Tc 的时候呢，它的电阻如何变化的，或者电压啊。那么在达到临界温度之下，理论上呢，应该观察到电阻呢突然下降到0，那这是超导相变的直接的展示嘛。所以呢，图中啊它会显示一些电压突然降低到接近于0的水平，它就想试图说明呢样品进入了超导状态。另外呢，它可能采用这个对数尺度啊，它为了更清晰的展示呢临界温度附近的电阻的微小变化，比如说如果采用这个对数的坐标呢，对数尺度呢来描绘这电压或者电阻呢，会更有助于强调在零电阻转变的时候细微变化啊。我们之前看陈老师的论文里边那根线其实也是用对数的。再一个就是温度控制的这个精确性啊，这个实验中的温度精确控制啊和测量对于精确的确定它的临界温度是至关重要的啊，就下边那个横轴。所以
图10里边数据呢，它就是展示了实验中采用的严格的温度控制和测量手段，以确保呢它观察到的这个相变是准确而且可以重复的。那通过这个测量啊，郑大哲的希望啊，确认5号样品在特定的温度范围内展现出了所谓的超导行为，特别是零电阻现象。这个德尔塔模式的使用啊，按道理说可以提高它测量的准确性，使得这个研究团队啊能够更准确的确定材料这个超导的 TC 就相变温度。这种精确的测量技术啊，对于它理解材料的这个超导性质，以确定它潜在的将来的应用前景啊，还是很关键的啊。我们再看一下图11，图11呢是5号样品在500毫安电流下的这个电压的衰减现象。这个图里边就描述了在比较高的电流条件下观察到了电压的衰减现象啊，这是超导线啊或者是线圈中已知的一个现象。那这张图呢就是一个典型的这个双轴设计啊，左边的 Y 轴呢表示测量电压，它单位是纳伏啊，右侧的 Y 轴呢是施加的电流，单位是毫安，红的啊。 X 轴呢是代表时间啊，单位是秒。所以这红色和黑色的曲线，黑色的曲线呢，它就表示随时间变化的这个测量电压。我们可以看到啊，随着时间的推移呢，电压从一个比较高的值是逐渐衰减，而红色的曲线呢或者虚线啊，它就是施加电流嘛。从中可以看到呢，在整个过程中电流是恒定的。所以这里边关键点我分析一下，就是在图中呢有一个注释啊，上面那个词就是converged to 300这个 NV2 at 500 mA， 这就意味着呀，在连续施加500毫安的电流这么个情况下呢，测量的电压始终趋于稳定，大概是300纳伏。从这个电压曲线上啊，我们可以看到啊，电压是有一个快速下降，经历一个快速下降是吧？然后呢就趋于平稳。那这个平稳的电压值啊，它尽管不是0哈，但是对于常规超导体在这样的电流下的这个电压来说，已经算是非常低了。所以电压测量值啊趋于稳定的300纳伏，也就是0.0003毫伏吧。对，当然这是一个非常低的电压了啊。我们生活中平常看不到的啊，比如说我们说一个 LED 灯，就是一个发光二极管 LED 嘛，通常啊它在正向的这个偏压下工作呢，一般会有几伏，比如说我们弄一个186-650电池3.7伏，咔就亮了。而正向的工作电流呢，它可以是几毫安或者到几十毫安不等。所以在这个电流上比较的话呢，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个现象啊，这个论文中的这个电压和日常使用的 LED 之间还是存在非常大的这个量级的数量级的差异。不过这个超导研究呢，它真的不是为了说点亮这个灯泡是吧？那是爱迪生的工作啊，人家已经完成很好了，留给我们的就是这个超导现象啊，它设计的是材料的根本性质。所以这张图啊，如果没有测量偏差，那就很有意思了。它给我们就展示了一个特殊的电学行为。那大家知道，在超导材料中呢，如果低于它的临界温度的这个条件下施加电流，那理想情况下呢是不应该观察到电压的，因为超导材料电阻会0嘛。但是在这儿呢，我们观察到一个稳定的非零电压，这就可能意味着呢，样品啊并不是完全处于超导状态，或者是呢超导状态和正常态之间存在怎么说呢一些复杂的这个互动或者相变，这导致了这样一个稳定的电压读数。所以郑大哲这个图啊，很有可能就展示出了一种非常特殊的超导态。这种状态下的电压衰减和最终稳定的电压值，可能是因为材料内部啊它的所谓超导路径啊，或者是电流通过这个超导样品的时候产生的各种我们想象不大的这个复杂效应。也可能想象到了啊，比如习老师论文里边是不是提到了，这对于我们理解这个超导材料的这个电传输机制是非常重要的啊，特别是在高电流条件下这个超导材料的表现啊。刚才呢我们给大家看过郑大哲的这个工艺啊，我前面说过啊，会把这个后边啊这个稳定的这个完整的视频再单独发一下。这个民间炼丹师啊还是很有勇气的。
那同时呢，我们也应该提醒啊，我们在尝试这个类似实验的时候，必须注意安全。我几乎每次都讲，只要讲炼丹，特别是在处于高温啊，有这种潜在的有毒气体啊，铅啊、汞啊，我还是有一篇关于这个汞的炼丹的论文啊，我也在整理中啊，就是前天发的那个不锈钢管子封了2个干锅，烧制超导材料这个论文也很有意思啊。我大概在明天吧发这个视频，待会儿欢迎大家拍桌啊。讲到这儿啊，我们这一期的视频呢就要结束了啊。我还是很佩服这个郑大哲的这个勇气和这个坚持到底的这个精神。说实话呀，这个测试费用是很高的，那包括丹燕和刘建章他们经常在哀叹又花了几个 W 搞测试啊，如何的。那么徐老师和其他的老师呢，也给他们很多帮助。但是啊，我想说呀，这个民间炼丹师和这些专业人士最大的区别呢，可能就是测试。因为这个铜掺杂铅磷灰石的材料和工艺的特殊性呢，使得制备啊看起来呢好像很简单，但为什么大家的结果五花八门呢？那当然更重要的是检测，只烧不检啊，是空留遗憾啊。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感谢这个老金啊，怎么说呢？能在 arXiv 这样的VXRA 这样的平台论文上署名啊，支持民间炼丹师，真的是豁出去了。虽然这个郑大哲的工作啊发表在一个没有同行评议的民间的运本平台上也可能呢会引起对他的这个所谓科学严谨性的这种质疑啊，但是他的这个研究精神这个尝试啊，就无疑是值得大家赞扬的啊。特别是啊，当像老金啊这样的专业人士给了他关注和支持的时候啊，我们不仅要思考一下，这是因为他们想揭开所谓科学家的就抛开科学界的这个固有偏见的，还是急于想寻找一个突破，而这个愿意尝试或者探索所有的可能性呢？无论是哪种情况啊，郑大哲他的工作都在提醒我们，科学研究啊需要开放的心态和勇于这种探索未知的勇气。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啊，我们能够见到更多类似这样的炼金术会变成现实中的科学突破。好的，感谢大家收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啊对大家能有所启发，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支持松石新语。那看到这儿就来个一键3连吧，再会，拜拜。